分享5种摄影后期局部做光线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仅是可以做局部光线，还可以为照片的局部做提亮调色的作用。那首先第一种是完全没有门槛的，直接在 Camera 里面就可以完成。在 Camera 当中，我们直接点击蒙版，在蒙版里面选择画笔，用画笔把这个光线的局部给它选择出来。那么选择多了之后呢，我们怎么去减去一部分呢？比如说的地面这些地方就比较多，需要把地面这一块减去，那就直接在这个蒙版1当中点减去，然后选择这个颜色范围，用我们的吸管直接对地面的颜色做一个取样，那么它就会把地面这一块给它排除。排除之后呢，你发现它有些局部没被选中，那么你去调整一下范围，把范围给它调大一些。那如果选择的范围你觉得还有些地方被漏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加选，选择这个添加，用画笔工具把漏选的部分给它涂一遍。那么现在我们再去提亮的话，它就比较均匀了。在提亮的过程中还要给它带点颜色，那么我们就不使用曝光，使用下面的这个曲线工具来调。曲线当中的 RGB 曲线也可以调亮度，同时还能调颜色。那么在 RGB 可以混出任何你想要的颜色，比如说光线是黄色的，那我们可以在 RGB 当中加红和绿把红色给它加一点，然后再给它加点绿，红和绿搭在一起就是黄。当然这个黄的饱和度太高了都是加的太多了，往后退往后退就可以了，往后退。那么这就是第一种方法，做局部调光的，你用 Camera 也能调，这个 Camera 是 PS 自带的。然后剩下的4种是在 PS 里面去操作。那这4种方法需要你对 PS 有一点基础就够了。首先我们可以在工具箱上选择这个套组工具，把这个光线的轮廓给它套出来。那么这个方法只适合一种情况，就是你需要做一个轮廓感很强的光，就可以用这个方法。那么在有选区的情况下，我们在下面去创建一条曲线。那这个时候你看曲线的蒙版形态就是我们刚才套出来的那个形状。那我们直接把曲线提亮，它就会把这个轮廓感搞得特别的强。光是不可能有这么强的轮廓的。那我们就在这个曲线面板上把这个蒙版点一下，把下面的羽化值拉高。那这个羽化值拉得越高，它的轮廓就越不明显。你需要一个轮廓感比较强的一个光线情况，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接下来分享一个轮廓感不强的光，我们用什么方法？按住键盘上的 Ctrl+Alt 不松手按2，这样就可以提取照片中的全部高光部分。然后我们在这个有选区的情况下去创建一条曲线。现在我们去把这个地方提亮，它就是根据照片的高光的分布情况去提亮，它就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局部光线的边界感。那么这就是全图的高光提亮。那提亮的同时，如果想去修改它也很简单。你看它这个曲线的蒙版形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灰色和白色有个渐变越白它提亮的亮度越高，灰色越暗的它就亮度就越低。那你想让这个天空部分稍微暗一点，就可以在这个蒙版上用黑画笔给它涂抹一下。你选画笔，浅颜色改黑色，然后把这里背后的天空涂一下就可以了。涂的时候记得这个薄透明度检查一下是不是100%，100%就能把它给抹除掉。这种方法就比较适合光线没有明显的边界像这样的一个提亮，就可以用这个方法。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4种这第4种方法就比较适合打造氛围感。那这个方法的门槛就稍微高那么一点点，需要你去理解光线的分布，这样做出来才自然那方法很简单直接新建一个空白图层，把这个空白图层里面填充黑色。那说白了就是新建一个黑色的层放在照片上面，然后把混合模式改成颜色减淡。这个时候用白画笔，记得薄透明度要降低，不能太高，10%最佳。用这个10%的白画笔对照片的局部光线哪里要增强，哪里要减弱，你要自己心里有个数。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它这一块地方可以增强，我们这里多涂一下。地面反光我们可以稍微涂一下。包括右边这个墙，你想让它提亮，你可以这样去反复的涂，你涂的越多它就越亮，直到你把它涂过曝那这个方法就比较考验你对这个光线的理解以及强度的掌握。那最后有一个补救方法，也就是把薄透明度降低，也能把刚才过曝的情况给它压下去这个方法就稍微有一点门槛。光线增强的自不自然取决于你对光线的理解。第5种方法跟这个方法类似我们要新建一个空白图层，把空白图层双击一下，在弹出的这个对话框当中把这个透明形状图层这个勾给去掉然后要把这个图层的混合模式改成颜色减淡，然后用白色低薄透明度的画笔去涂抹光线。
这个也是需要你对光线的照射范围以及它的映射范围有一点理解，这样你涂出来的才会自然真实。这个方法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还有一个补救方法，也就是不透明度降低，能减弱它过曝的部分。当然你把这个图层删了重新涂也行。那么以上这5种方法掌握之后啊，摄影后期所有的局部做光以及局部做氛围都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只有你把 PS 的每个工具以及原理掌握清楚，那么你才能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照片，否则你只能使用 AI 来帮你去处理照片。 AI 处理过的效果并不是按照你的想法和思路去处理的，90%生成出来的效果并不是你需要的那种效果。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这期视频我们来调个环境人像。那么调环境人像，第一个要找到的问题啊，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是不应该出现的。如果不能出现，我们能不能把它给消除掉？如果不能消除，能不能把它给弱化？放大可以看到水面上这些垃圾啊是特别多的啊，是非常影响观感的。想把它完全消除在 Camera 里面也不是很现实啊。于是我就做了一个模糊的效果，把这些垃圾啊模糊成了这种小光斑。还有就是我把这张照片的叶子啊做了一个氛围的加强啊，就是让它更有秋天的感觉一些啊。那之前呢它是有一些黄叶，但是黄的不明显。那通过调色呢，把叶子做的比较黄啊，但是在黄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把绿色的叶子也让它变黄，绿色的我还是保留它是绿啊，只是把黄的部分更多一点了。那这个尺度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啊。那还有就是我通过改造光影，把照片的一些该隐藏的、该显示的啊，通过我的理解啊，给它显示了，给它隐藏了。因为这张照片是我自己拍的，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按照我的想法去调的。那这是我的思路，不代表就是你的思路。思路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的创作意图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具体该怎么操作啊。那第一步啊，就是来解决照片光影的问题啊。我觉得后面这些树啊，其实还是蛮好看的，但是由于光比特别大，导致相机没有办法把背后面这些阴影处的一些树的细节记录出来。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Camera 里面的阴影啊，把阴影给它提亮，让后面的这些树啊，给它呈现出一点点细节啊。因为后面这些树在我看来并不难看，所以说我让它出来一点细节，其实也是可以的。其他的光影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些高光白色这些东西来控制了，因为它能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你压高光压白色，其实会把这张照片压得特别的闷了。为了让照片保持通透，不让它看上去闷的话，我们可以用蒙版做局部的调整。在这个亮当中啊，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把画面中的一些暗部给显示出来一部分细节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裁剪当中啊，把画面重新构个图啊，边上这些水泥柱子都是不能要的，也是为了让照片看上去更整洁一些。把这个人物啊放到这个照片的正中心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水面上的这些垃圾给它做一个模糊化。那在 Camera 当中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这个镜头模糊啊，在镜头模糊里面点应用，点完应用，你这些模糊效果才能被激活。那我这里模糊是选择的第2种或者是第4种啊。那么第2种和第4种它有点那种洋葱圈的感觉，那模糊强度可以在这儿控制啊，它叫模糊量啊，你直接在这儿控制就可以了。下面这些模糊的景深范围啊，可以通过下面这个焦点范围来滑动它就可以了。拖动这个滑块自己去看照片啊，照片会有变化的，它是实时反映出来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调整参数啊。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水调蓝啊，水调蓝的话，让画面中的秋天的黄色的部分和这个水的冷色形成一个对比啊，会看上去舒服一些。那么我们想把水调蓝，就需要把水给选出来。在蒙版里面有这样一个功能啊，就是这个风景。在风景里面有个水，看到没有？把水打上勾，右下角有个创建啊，然后就会创建一个单独水的蒙版，可以把水啊色温调冷。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调冷一点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偏暖，应该把这个树叶的颜色给偏出来。所以说等会偏暖的时候，又会把水的这个蓝啊，又会抵消一部分。这一步你稍微调多一点蓝不要紧啊，等一下调暖色的时候给它一对冲，它又会淡下去。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混色器当中了，在混色器里面把这个黄色和绿色的色相啊稍微往暖处偏。大家看树叶的变化就在这一步啊，然后把这个绿色也稍微往暖处偏一点，偏多了就不行啊。你看偏多了，画面中缺少层次了啊，因为颜色变少了，你把本身是绿色的叶子也偏黄了，这样反而不好看啊。你还是要让它有一点绿色在里面，不能偏多，可以把黄色多偏一点，一定要带一点绿，这样看上去画面更丰富一些，好看一点。地板的反光特别强烈啊，抢占我们的眼球。我们可以把地板这块做个局部的蒙版，把它压暗，还是点开蒙版，点这个加号，创建一个线性蒙版，把这一块啊特别亮的地方啊稍微压回去一些。
然后再去单独创建一个蒙版，是把人物中心给突出。这个蒙版我们可以稍微拉大一点，因为拉小了的话，你体量会有破绽；拉大一点的话，你体量它破绽会小一些，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发现，会认为你这可能是补过光的啊，不会像是后期拉出来的。这个力度啊非常难把握，一定要多去调，反复微调，去认真对比，因为太亮会显得假，太暗又影响观感。这个地方一定要认真把握。再去创建一个蒙版，这个蒙版是把天上这一块稍微压一点，因为天上这一块多了一点啊，压暗的话不是那么容易让人发现。那么中心点就会集中在这一块啊，集中在人物周围这一块，包括这个暖色的叶子啊这一块区域。右下角这一片其实也不是很干净，进 PS 去修也可以，不会用 PS 的啊，那你也可以直接在蒙版里面去做一个单独的蒙版，把这一块啊给它稍微压暗一些。压暗它并不会消失，但是呢压暗会让你不是很容易注意到这里，让大家观看照片整体的同时啊，会忽略右下角这一块啊。最后我们是到这个曝光当中啊，去整体控制亮度，以及在这个颜色这个色调当中啊，把色温色调稍微调一调。好，我们把色温色调稍微调一调，找到一个颜色最舒服的状态啊。当然也可以是多个版本，因为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啊，有人喜欢稍微偏暖一点，有人又喜欢稍微偏冷一点，觉得冷一点好看，有人又觉得稍微暖一点好看啊。那这个东西也不好说，自己去把握就可以了。那像这样一张照片其实也就调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之前的一个效果，之后的一个效果。当然我这个效果可能不能让所有人都觉得好看啊，这个东西也不好说，自己去多尝试，多微调，多出几个版本去对比一下。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一些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又出来拍 PS 素材了。我在公园里发现这样的一片草地啊，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能拍几张。我这个角度拍过去应该是不错的，因为这里有前景的芦苇。我等下用85定焦拍，看一下效果。大多数摄影爱好者拿着相机出门拍照啊，都不会带太多辅助工具，甚至什么辅助工具都不会带，只是拿着相机边走边看边拍，纯属就是个爱好。那我这里拍的这张照片啊，就符合大多数摄影爱好者。同样，我也没有带任何辅助工具。像这种想要拍出发丝光、人或光啊，多半都是逆光、侧逆光。那么像这种侧逆光的情况下，人的面部都是比较黑的，再加上远处这些草，它会有一个很亮的反光面，和背光处这些暗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像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照片和我们肉眼看到的宽容度是不同的，相机的宽容度并没有人的眼球分辨那么高，那这就需要我们用后期去补救。那通常一些零基础的小白啊，会上来就用亮当中的阴影去拉，这样拉阴影的话，照片会看上去很平。当你把面部的光线拉足够了，那么这个面部的光线和后面的这些光线整体的感觉它就比较平，不够立体。那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那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蒙版啊，用镜像蒙版拉出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圆形啊，然后把它旋转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那这个角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覆盖远处的这个芦苇和近处的这个草啊，这个草都给它覆盖在这个椭圆形的这个蒙版当中，然后通过下面的这个曝光啊给它提亮。这样我们提亮人物的面部的同时，它会跟着把这个局部的高光区也稍微提亮一些。那也就是说，远处的这种高光这个反射和镜面的人的面部的亮度是同步增加的，这样就会显得画面的立体感不会丢失。那我们在拉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边缘，边缘要稍微扩大一点啊，让它有一个渐变羽化的那种效果啊，不至于很容易被看出来是被做了一个局部的镜像啊。那接下来为了让这个画面有一种朦胧的效果啊，我们需要把背景给单独的选出来啊，选出来做一个单独的一个柔化。那我这里用的方法同样是用选择背景的方式啊。这个时候它会新建一个蒙版，把整个背景全部给选中，然后把 Camera 右下角这个滚动条往下拉，找到这个清晰度、纹理和区薄物这个板块啊，我们直接把清晰度往后退，大家来观察远处的这个芦苇啊。大家观察一下，是不是非常朦胧啊？它柔焦的效果就出来了。然后上面这个纹理也可以稍微退一点，这样一来，我们这样一个柔焦的一个背景效果啊，就制作出来了，也不需要任何插件，也不需要进 PS。然后为了让人物面部的光影均匀，能让脸看上去干净，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再建一个蒙版。这个蒙版我们要选择这个人物啊，在人物当中啊，你去把面部皮肤和身体皮肤勾上。给它创建一个单独的这个面部皮肤的一个蒙版，然后还是把右下角往下拉，还是找到这个清晰度这里，把清晰度减一点，纹理减一点，
这样它就会把面部的光影给均匀化。光影均匀化会有一点画质的牺牲，但是像这种环境人像人面部并不占画面绝大部分的话，我们做这个面部清晰度的减弱，并不影响观感。大家注意啊，不是绝对不影响，只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观看照片不影响。接下来就是净化整个照片的色彩了。那远处你看这有一个山，那这个山的背阴处啊就会产生这种蓝。那这个蓝呢，我们需要把它削弱，因为蓝色和这些黄色放在一起，它对冲太严重了，它显得很突兀，就显得画面乱不干净。那我们可以到 Camera 当中把这个混色器当中的这个蓝色的饱和啊稍微降一点。大家观察远处这个山呢，你只要把这个蓝色降下去，画面就会比原先有蓝色的时候要干净一些，颜色也就更统一一些。再往最下面拉啊，这里有个校准，我们在校准当中啊，可以把蓝颜色的这个饱和退一些，让画面的饱和度下降一点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到这个色温色调这一块位置啊，来对色温和色调做微调，来找到一个更符合你内心审美的一个色调。我觉得松下这个机子的白平衡把握的非常好，我觉得都不用调色转档这一块啊，我们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你的要求不高的话，你就这样就可以出图了。如果要求还很高的话，你可以点打开，把这张图通过 Camera 转到 PS 当中，再到 PS 当中用各种各样的修图工具去修饰它。比如说很多人很在意这个人自己胖不胖啊，脸大不大呀，就可以使用滤镜当中的这个液化功能。那液化功能呢也非常好用，你只需要点液化功能左下角这里有一个人头的标志，大家看啊，这里有一个人头的标志啊，那它这里右边就会自动的把这些五官啊、脸啊都给你识别出来。你看眼距啊、鼻子啊、嘴唇啊、脸型啊，你都可以把它展开进行微调。比如说我觉得它的脸型稍微有点胖，那你把脸型这个形状给它点开，把脸部的宽度这个滑块你拉一拉，看它自然就会把脸给你弄瘦啊，看到没有，对吧？下巴的高度也可以从这里来调，你看我们把下巴的高度稍微收一收，眼睛的大小你也可以在这里调一调，这就非常傻瓜了，就跟我们平时用的那些手机美颜 APP 差不多的啊，根据你的需求在这里面去调就完了，很简单啊。现在 PS 这个液化里面这些功能都很傻瓜了。如果你觉得右边这些傻瓜功能你觉得玩的不过瘾啊，你可以用这上面这些手动工具去推，你想瘦哪里就推哪里。比如说你想瘦身呢，你就把身体推一推，对吧？身体往里面收一收。如果觉得脸部的形状不好看，用这个手动工具你自己去推啊，轻微的去推它。那你液化都完成了之后啊，觉得面部这些瑕疵很在意的话，你可以用磨皮工具给它做个磨皮。好了，点上关注，这个账号会长期分享零基础小白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的真实摄影后期教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